截止到发稿日，全世界共有109万人感染新冠病毒，22万人自愈。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效的抗病毒类药物或者是疫苗，现有的医疗手段仅仅是辅助，主要还是依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那么你们知不知道那些能够自愈的患者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的故事要从伊丹·本·巴拉克博士所著的医学小说《我们为什么还没有死掉》缓缓展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经历了2次出生。当我们的母亲在他们母亲的子宫里发育成胎儿的时候，她所有的卵子储备就已经生成了。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生物学上的母亲其实是我们的姥姥。接下来，我们就出现在传统意义上的母亲的子宫里。当我们还是一团血肉模糊的细胞的时候，母亲的免疫系统没有把我们当作病原体赶出去，而是和我们和平共处。这实在是一件神奇的事。因为胎儿有1半的基因来自于父亲，因此基因重组之后产生了一个明显不同的新个体。问题是，母亲的身体如何容忍得了另一个生命呢？这可能早在受精之初就开始了。从那时候开始，母亲的身体就开始逐渐习惯父亲的基因。在怀孕的早期，发育中的胚胎就与母亲的子宫开启了复杂的对话。胚胎不仅躲在胎盘的背后来逃避母亲的免疫应答，而且还分泌一些分子用来针对性的防疫母亲的免疫细胞，因为后者更加的危险。母亲的自然杀伤细胞和 T 细胞在胎盘外盘旋，但是它们并不是为了杀死胚胎细胞，而是转入调控模式，开始释放出免疫应答的信号，并确保胚胎安全地进入子宫。胚胎细胞开始学习病毒的生存模式来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而母亲的免疫系统也开始接触婴儿的蛋白质，并开始学着容忍它们。除此之外，母亲为了保护我们，也降低了自身的防御等级，这也是母亲的身体开始变得虚弱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个过程偶尔也会出错，有些母亲就会对胎儿发生免疫应答。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在怀孕的早期可能会引发流产，在怀孕的后期可能会引起一种叫做先兆子痫的炎症反应，这对于母子来讲都十分的危险。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胚胎细胞有办法从胚胎中游移出去，进入母亲的血液系统，即便是在分娩之后，也在母亲的血液中逗留，参与组织的生成，形成肝脏、心脏甚至大脑。所以请爱护你的妻子，他们不是外人，因为生了你的孩子，现在体内也拥有了你的基因了。这种现象叫做胎儿微嵌合体。在出生之前，我们被包裹在母亲的子宫里，外界的病原体无法进入，母亲的免疫系统会帮我们对付所有的感染。即便是一些险恶的病原体能够侥幸地穿过母亲的身体屏障，它们还要面对子宫和羊水中的抗菌分子。在出生的伊始，我们的身体里也带着一份来自母亲的宝贵礼物——抗体。在怀孕的中期和后期，母亲的免疫系统会回收自己体内的一系列抗体，运送进胚胎的血液中。这些蛋白质会在孩子出生之后存活数月，来保证新生儿不被感染。另外，母亲在分娩时会为胎儿镀上一层蜡油，它是胎儿从母亲产道里分娩的润滑剂，同时也具有保温的作用。它可以防止胎儿的皮肤干燥、皴裂，而且它含有一些抗菌分子。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家长特意要求他们的孩子在出生之后不要马上洗澡的原因。除此之外，在母亲自然分娩时，婴儿也会从母亲的产道和粪便中继承一些有益的微生物。当我们出生之后，母亲会为我们提供母乳，母乳不仅仅是食物和饮料，其中还含有各种免疫组分，除了抗体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免疫调控分子，它们的作用是减缓炎症反应，帮助激活肠道中的免疫细胞与肠道微生物之间的对话，通过阻断病原体获得铁元素和其他营养，来抑制病原体的繁殖，甚至直接攻击病原体。而我们免疫系统的发育并非始于你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而是在你出生几个月之后一个比较模糊的时间点上。正是因为母亲那种牺牲自我的包容，坚强地忍受分娩的痛苦和不分昼夜的辛苦喂养，使我们的先天免疫系统变得更加的成熟和稳定，适应性免疫系统变得更加的活跃和强健。所以母亲是那个哪怕自己离开了这个世界还依然会守护你的那个人，是让你从一次次的细菌和病毒的攻击中得以幸存的那个人。我是裴嘟嘟，每天和我一起长知识。